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美国5月份通胀率 8.6%， 未来是否还会更高？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报告称，5月份通货膨胀率进一步加速，价格比1年前上涨 8.6%， 是自1981年以来的最快涨幅。消费者物价指数是衡量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广泛指标，涨幅甚至超过了道琼斯 8.3% 的估计。除去波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所谓的核心 CPI 上涨了 6%， 略高于 5.9% 的预期。按月计算，整体 CPI 上升 1%， 核心 CPI 上升 0.6%， 而预期分别为 0.7% 和 0.5%。飙升的住房、汽油和食品价格都促成了这一增长。能源价格较1个月前大幅上涨 3.9%， 使年涨幅达到 34.6%。在该类别中，燃料油每月上涨 16.9%， 将年度飙升推高至 106.7%。住房成本约占 CPI 的1/3权重，本月上涨 0.6%， 为2004年3月以来涨幅最快的一个月。5.5% 的年度涨幅是自199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食品成本在5月份又攀升了 1.2%， 同比增幅达到 10.1%。这些不断上涨的价格意味着工人将在本月再次减薪。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另一份新闻稿，4月份实际工资下降 0.6%， 尽管平均时薪增长了 0.3%。在12个月的基础上，实际平均时薪下降了 3%。一些最大的增幅来自机票，本月上涨 12.6%， 二手车和卡车本月上涨 1.8%， 以及乳制品本月上涨 2.9%。汽车成本一直被认为是通货膨胀激增的领头羊，并且在过去3个月一直在下降，因此本月的这种增长可能是一个不祥的迹象。因为二手车价格在过去1年中已经上涨了 16.1%， 5月份新车价格上涨 1%。汽油、食品和大多数其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在5月份飙升，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40年来的新高，并使美国家庭无法从价格上涨中喘息。美国猖獗的通货膨胀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为食品、汽油和房租支付更多的钱，并降低了从理发到电子产品等物品的负担能力。低收入人群，特别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正在苦苦挣扎，因为平均而言，他们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被生活必需品所消耗。周五的数据削弱了人们对通胀可能已经达到顶峰的希望，并加剧了人们对美国经济即将衰退的担忧。由于已经加息75个基点，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今年乃至2023年继续收紧政策。据估计，央行的基准短期借款利率目前锚定在 0.75% 到 1% 左右，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升至 2.75% 至 3%。高通胀率意味着美联储在下周开会时几乎肯定会继续大幅加息。加央行警告，高家庭债务和高房价是构成经济的最大风险。周四，加拿大央行表示，高房价和与之相关的债务负担是加拿大经济的主要风险，并警告在大流行期间购房的买家，抵押贷款利率增高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家庭债务水平在过去1年中恶化，并可能导致经济出现问题，因为随着利率上升，人们难以偿还贷款。央行将高水平的家庭债务和房价上涨确定为前2大风险，称它们甚至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大约2/3的加拿大人是房主，其中大约一半人直接拥有自己的房屋，而其余的人则有某种抵押贷款债务。在大流行期间，房价平均上涨了约 50%， 因为低利率使购房者更愿意获得大额贷款，同时仍然能够持续保持相对负担得起的还款能力。
这些膨胀的房价大多建立在债务的基础上。该银行表示，近1/5的加拿大家庭现在被认为是高负债，这意味着他们的债务与收入比率为350%或更高。利率上升已经减缓了房地产活动，全国各地的销售额下降，该国一些最热门市场的房价下跌。经济学家预测，今年房价将出现2位数下跌，但央行表示，现在说这是否是大幅调整的开始还为时过早。加拿大央行行长麦克莱姆没有说明住房将在多大程度上放缓，但表示需要更高的利率来冷却整个经济并降低通胀。这种调整的一部分无疑将通过房地产市场来实现。加拿大央行列出了在最近的房地产繁荣期间观察到的几个令人担忧的趋势。家庭用于房产相关的财务支出在最近几个季度中越来越高，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相对于房价的比率越来越小，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利用他们已经拥有的房屋来购买新房。随着全球央行加息，高额的家庭债务最终可能成为金融体系的问题。全球经济可能很快开始放缓或陷入衰退，这可能导致失业，并使抵押贷款持有人更难偿还贷款。房价下跌可能会进一步限制业主使用房屋的能力，人们可能被迫减少支出或出售房产。同样，如果投资者发现自己面临财务压力并逃离市场，央行表示，这可能会放大房价的下行压力。央行主要关注的是过去2年中高负债抵押贷款的加拿大人，贷款收入比超过450%的借款人占新抵押贷款的25%以上，创历史新高。根据加拿大央行的数据，5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是加拿大最常见的住房贷款类型，从3月初首次加息前的2.99%攀升至5月底的4.37%。所有借款人在续贷时都会看到抵押贷款支付额大幅增加。据央行经济学家计算，在2020年或2021年获得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高负债借款人，在2025年或2026年续贷时，每月还款的中位数将增加超过1000加元。在大多数可变利率抵押贷款中，每月还款额保持不变，但用于本金的金额随利率而变化。金融体系评论指出，一系列其他风险似乎正在增长。加央行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增加了对加拿大银行进行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稳定问题仍然紧迫。令人担忧的是，资产价格和公司估值没有适当考虑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险。加央行还扩大了对加密货币的分析。他重申了其观点，即加密货币对加拿大金融体系尚未具有系统重要性。尽管他确实注意到对该资产类别的兴趣正在迅速增长，并从散户投资者扩展到机构投资者。2021年，大约13%的加拿大人拥有比特币，高于2020年的5%，持仓中位数约为500加元。加央行主要担心的是行业缺乏监管。许多加密货币公司的运作方式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但监管相对要少得多。Z 世代年轻人更关注什么？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 Z 世代人群，几乎所有人的首要目标是在经济上获得舒适的生活，因此这可能对出生率带来不利影响。美国的调查发现，在1997年以后出生的人中，高达98%的人认为这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目标。其次是认为保持心理健康的占97%，追求职业的占88%，找到一个终身浪漫伴侣的占86%，或找到柏拉图式的伴侣占61%。与前几代人不同，组建家庭是 Z 世代最不重要的人生目标，因为只有52%的人将生孩子或收养孩子列为优先事项。研究发现，超过27%的人群根本不想要孩子。事实上，近1/4的人群最终的人生目标是建立一个有双重收入但没有孩子的家庭。
大多数不希望有孩子的人表示，他们希望享有没有孩子的灵活空间。这部分人群占86%，认为孩子花太多钱的人占83%。只有52%的 Z 世代表示，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在生孩子的同时拥有奢侈的生活方式。1/4的人认为自己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过着充实的生活。这一代人注意到生孩子的责任，而不是试图同时实现所有生活目标。除了孩子之外，生活还可以以其他方式充实，这对年轻一代来说至关重要。这一趋势将会很快塑造我们的世界。调查发现，86%的 Z 世代人群认为买房是他们未来希望花钱的最佳方式。87%的人表示，无论他们是否想组建家庭，他们都有兴趣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拥有一套房子。85%的 Z 世代人群认为，旅行是他们花掉未来辛苦赚来的钱的第二种方式。这也是继爱好之后，第二项被认为对那些想要避开孩子的人让他们生活感到满意的方式。根据研究，只有0.57%的人群会选择生孩子，或者只有0.29%会选择结婚，这是最近美国毕业生最低关注的两个领域。相反，拥有大学学位的年轻人表示，他们感到最大的压力是拥有成功的事业，占30.6%，共同生活占30.4%，买房占17.4%。尽管房价飙升，但大学毕业生并不回避进入房地产市场。事实上，买房是研究生最大的成就。大多数毕业生表示，他们大学毕业后在经济上感到舒适。70%的男性和55%的女性表示，他们目前的工资可以支付账单，并有剩余的钱。虽然生孩子是过去几代人合乎逻辑和预期的一步，但 Z 世代的想法却不同。对于 Z 世代来说，生孩子的重要性远远低于增加财富或拥有愉快、充实的生活经历，如爱好和旅行。无论是经济还是生活方式因素推动了他们对丁克生活方式的追求，这一代人显然不会受到传统期望的影响。北京警告华盛顿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周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峰会期间，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警告他的美国同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北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会晤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在会晤中重申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他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会谈中，两国防长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台湾、南海、乌克兰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一次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双方都认为两军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经常性沟通，管控风险危机。会谈期间，魏凤和部长重申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他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魏凤和部长指出，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关于南海问题，魏凤和部长指出，域内国家有意愿、有智慧、有能力妥善处理好南海问题，域外势力插手搅局才是南海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方应切实采取措施，多做有益于南海稳定的事，不要一味制造矛盾，挑动争端，渲染对抗。关于乌克兰问题，魏凤和部长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劝和促谈做出积极努力。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但如果谁想在乌克兰问题上借题发挥，损害中方权益，
我们必将坚决反制。据美国国防部称，会晤近1个小时，比最初安排的时间增加了1倍。台湾问题占据了奥斯汀和魏凤和之间会晤的大部分时间。奥斯汀重申了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呼吁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的破坏稳定的行动。官员们表示，周五，美国和中国国防部长举行了自拜登总统执政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试图确保两国之间更广泛的紧张局势不会蔓延到军事误解或沟通不畅的状况。上个月，拜登表示，如果中国武统台湾，美国将军事介入。尽管拜登政府已经澄清，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没有改变，华盛顿不支持台湾独立。长期以来，华盛顿一直奉行战略模糊的政策，即是否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中国和美国官员强调了双方沟通的诚意，这表明会谈可能有助于打开两军之间更多沟通的渠道。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在解决长期存在的安全争端方面取得了任何进展。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